大家好特斯拉也出来很多年了，大街小巷也看到不少，电动车已经非常广泛了，特别在国内，还有在欧洲北欧的一些地方。我想做一期呢，在澳洲使用特斯拉的一个亲身体会。今天呢，其实是个比较沉重的一个 topic， 为什么呢？因为我可能要把这辆车去卖掉了。但是呢，这辆车确实是我使用到现在小10辆车里面最难以割舍的一辆车，它是一个完全分不开的一辆车。你用了这辆车以后就很难回去了。那我来跟你们讲讲为什么这个第一点，经济。这个车呢，它其实呢没有想象中那么贵，它可能新车要20多万，对吧？其实它二手车，而且特斯拉现在降过价了。特斯拉的现在这个二手车，像这种 performance 不管是 full performance P85 P85D P90D 甚至P100D，现在可能就在澳洲10万出头。10万出头的二手车呢，确实还是有点贵，但是呢，它这个车有4到8年的这个终身，有4到8年的这个保修。然后呢，还有这个终身的这个免费的这个超级充电现在墨尔本有一个超级充电站在 Richmond， 现在呢，它另外在那个 Eastern Freeway 门口呢，也在造那个超级充电站这个是免费可以充电的，它这个充电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差不多45分钟可以从0到90%吧，可以充满。你过去休息一下，喝个咖啡什么的，在那个像 Sheston Shopping Center 像我这边开车最近的一个那个 supermarket 里面还有好多这个饭店酒庄它都有这个免费充电站它这个是一般的充电站，速度呢比家里的要快一点差不多1小时可以充100公里的100公里。也就是说，你每天如果在城市里开的话，你随便去个地方，这个去买点东西坐一会儿，基本上电就充满了，从来不用去加油，从来不用在家里充电。就算你要在家里充电，这个澳洲呢有个 AGL 的一个公司，虽然这公司我不太喜欢但是它提供一个电动车充电，就是说你每天只要付1块钱，你这车不管用多少电，它都是只收你1块钱。从经济方面，其实这个车是非常好的非常非常实惠，价格又不贵，然后呢，基本上不要付油费，等于是这个车其实因为它是电动车，它没有这个变速箱，对吧？也没有引擎，不用换机油，不用换各种油，这个只要放点这个雨刮器的水就行了。这个车它甚至刹车皮都不太用，因为它刹车的时候是用那个马达呢去减速的，是给电池充电的。所以说这个车它轮胎那个刹车片刹车碟都不用换，这个车要更换的东西非常少。它不像一般的这个汽车，你买了以后可能要每过多少公里，每过多少时间要回去检修一下，对吧？这个车是完全不用的这个车它除了要换的东西，可能就是轮胎了。你看到时间就换个轮胎，轮胎也是棒棒的，非常好。像这辆车有21寸的这个米其林 Super Sport 4S， 这个轮胎非常好，比那个 Pirelli 要好不少第二点就是说，这个车的 exclusivity， 它给你的一个独家的一个享用，这个东西是一开始比较多，可能以后会越来越少。一开始呢，我觉得，比如说在一些很繁忙的 shopping center 里面，你可以这个不用跟别人抢车位，直接停在一个比较好的地方，然后你 shopping 完以后，你回去发现电充完了，这是多好的一种感觉说到充电站这个东西呢，墨尔本、澳洲确实比其他国家稍微要慢一点，但是呢，你如果惊奇的发现的话，到处还都是有，可以打开那个车的这个 app navigation 里面，它会显示这个附近的充电站有些什么地方，你点一下，它会告诉你怎么去那个地方。其实这里面挺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们会到澳洲各地逛，然后呢会去想找那个充电站，其实挺好玩的。有地方你不去找你还不知道，找一下还挺难找，但是找到以后非常开心，这个挺好玩的还有这个车它是非常一个实用的一个超级实用的一个车。这个车因为没有引擎，而且这辆是后驱车，它前面也是可以放很多东西的像保时捷前盖打开放很多东西，后面它根本就是一个 station wagon 这个整个放平以后有很多省，可以放很多东西，长条的东西2米以上的东西都可以放，非常非常方便
这个车后门啊、前门啊、自动啊，这个整个的感受非常好，很方便，很方便。它的这个车的这个悬挂是空气悬挂，可以自动上升、自动下降。然后它可以呢，就是说你比如说在一个很高很低的地方，你调整过以后，它会把这个在地图上记下来。你每次到这个地方附近，它会自动提高这个悬挂，让你不会蹭到地盘，啊。这个空气悬挂你知道是很软的一个东西，很多一般车都是没有空气悬挂，只有比较高档的车才有空气悬挂，它这个舒适性非常好。然后呢，再说一下还有很多好处，比如说这个车它确实特别快啊，像这辆车它可能只要 P 打头的，对吧？这个一般的至少4点几秒0到100，如果是 P100D 的话，4驱的那个 P 的话，基本上2.3秒、2.5秒就破百了，这个是非常快的。在1/4英里加速啊，能打败特斯拉 P100D 的车没有几辆啊，都是那种超跑或者是 Hypercar， 是超级超跑啊。所以说这个车在特别在城市里0到600，这个电动车的扭矩啊，是在0转速的时候就是满扭矩，它是一个 flat， 就是一个水平的一个扭矩的线，完美的这个扭矩输出。这个可能老人啊，或者一些不太喜欢这种加速感的人，他坐这车里，他可能反而会有一种害怕的那种害怕感觉。但是对我这种一般喜欢速度的人来说，这个车它非常好。然后还有说什么东西呢？这个车它的这个科技感实在是无可比拟。它这个车呢，你看一下，它这个车里面它放了很多没有必要的东西，比如说很多游戏啊，还有这个你看这个游戏有各种各样的游戏啊。还有一个叫这个排量检测系统 emission test， 其实呢是各种随机的这个放屁的声音，让每个座位都能听到。我也不知道这个它是谁的想法。这里面还有圣诞 mode、Christmas mode 啊，还有这个彩虹 road 啊 Rainbow road， 还有火星模式啊，有很多好玩的东西。这个东西一般车都没有。那 Model X 呢还可以把那个翅膀呢可以这个跳舞啊，可以动。这个 app 呢，这个可以在世界各地啊，你在只要有网络的地方就可以看到你这车的状态，你可以控制它很多东西啊，比如说你看可以控制里面的温度啊、空调，对吧？可以可以亮灯、开门、解锁、开车，可以让别人开这个车啊，可以改充电，甚至呢还有这个功能，比如说可以召唤这个车，你看我现在比如说。我可以让这个车这个自动往后开，你看到吗？这个我可以召唤它，可以往前往后，这个是一个很多车是没有的功能吧，对吧？其实非常方便，在有的地方，比如说，当然这个召唤功能不是说我在一个什么地方等着你自己开过来找我啊，还没到这个程度，它其实只能前进后退，但是它会自己避让一些这个障碍物，比如说我一个地方我人。很难进去，对吧？我让车自己开进去，进去以后门打不开的地方，像这种地方都是可以做的。然后呢，再说一下这个长途，你们可能觉得这个特斯拉开长途有问题是吧？这个我把这个车呢，其实物尽其用，我开去这个南澳啊，还有悉尼都去过，啊，它是非常的方便啊。这个一般你开南澳开悉尼开到8到10个小时，一个司机肯定很累的，对吧？你可能要换司机或者中间要休息，中间肯定要休息，一般。至少2个小时、2、3个小时要休息一次。这个车呢，它由于这个一路上充电站、超级充电站都给你做好了，然后呢，差不多开2个小时就休息一次。由于这个车可以自动驾驶啊，这个基本上你这个完全就不累，就是说基本上只要看着路，手稍微扶方向盘，对吧？一路上欢歌欢声笑语的就过去了。然后呢，每2个小时下去这个什么喝点酒啊，酒吧里逛一圈，充电站一停，对吧？去当地什么地方稍微看一看，喝个咖啡啊，上个洗手间，这个车就充满了。基本上你每停一个地方充个半小时、20分钟啊，就可以了。这个你有的时候，比如说到午饭时间、到晚饭时间，你停下来以后你就多充一会儿，这个站你就比如说充个45分钟，充个1小时，你充满了以后，你就可能把下一个充电站就给跳掉了。它是非常实用的。而且这个你看一下这些，我提供一些照片，这一路上过去啊，这个好多地方我都去过了，基本上就没有车啊。我不管是白天去的也好，晚上去的也好，这个基本上就是没有车来跟你这个抢充电，就没有车，就一辆车啊。这个所以说这个车在澳洲的这个使用的人还是非常少。
说了那么多呢，这个车就很好的地方，对吧？你们想要买的话，这辆车还是可以赶紧来找我吧，好吧？呃，为什么要把这辆车卖掉呢？不是说这个我不喜欢这辆车，我非常喜欢这辆车，这个非常喜欢电动车。你们知道保时捷啊、奔驰啊，对吧？那个 VW 啊，好多宝马都出了那个电动车。国内有蔚来啊，还有各种什么小鹏汽车一堆，对吧？这个 Elon Musk 做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对吧？他像乔布斯一样，他改变了人类的一种生活方式。本来他就是不是一个传统的坐车企业啊，但是呢，他做了这个东西呢，导致对那个传统的汽车行业的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冲击，然后让他们把投资都放去电动车了，他们都看到电动车未来，从不相信到相信。你看墨尔本的天气真的是这个太夸张了，一下子就像黑夜一样。这个车你看它的其实它外观也是很漂亮，特别它这个屁股特别好看，我觉得这个非常一个性感强壮的一个屁股，很圆很圆润很舒服。这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碳纤的一个尾翼。大家应该知道，就说野马和特斯拉是完全两类车，对吧？这是比较环保的，比较科技的，那个是比较传统的，这个大排量，对吧？都是那种浑身肌肉男，这个浑身纹身那种这个可能肌肉发达，头脑不是特别发达的这种人开，这是一种 stereotypical 的一种印象。其实并不然，因为这一款新的野马它其实是比较欧化了它比较一个 refined 的一个车，并不是像传统的美国那种肌肉车，它其实是一种 pony car， 甚至是一种跑车的感觉。那主要原因呢是，如果我一定要找一个特斯拉的问题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特斯拉它太安静了，就是说在马路上你不能表达你的情绪，对吧？因为这车还非常快，你也不可以在马路上无声无息的这个超速去干嘛，这个很危险，对吧？所以说每过一段时间，对吧？你需要一些噪音需要一些这个闹的时候，你就换一辆车我觉得这个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感觉。平时这个车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很安静，不知道这个车的存在，你脑子可以完全安静的去想你要做的事情。然后那辆车呢，你可能就闹很闹，然后你就是去 enjoy 这个开车的感觉。像这种车非常好，它是一个未来。这个 BBA 各种车它必须要出，包括福特都出了。我们终于到了Horsham，现在还剩31公里，这是我们在巴拉瑞冲了100公里以后的结果。假设没有冲的话呢，应该是负70公里，根本到不了这里。现在你看一下这里是什么样子，超级荒凉的。我来开门，这边上是你看不到，看这边上全是草，看到吗？全是草，然后这个荒凉的嘞，这个。全是草围起来的一个地方，这台竟然有特斯拉的 charger， 真的是太神奇了。看看这个是工作不工作？插入。